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聊一下怎么样轻松的养七彩。其实很简单啊，你看到那个水族馆里面啊，它是怎么养，那你就怎么养，简单吗？那我们这边稍微说一下哈。你养七彩，如果说你入门的话，其实基本上很简单，就是准备一个鱼缸，然后鱼缸里面放水，那记住里面这个水呢是不能含有太多的氯啊。我们知道自来水里面都有很多的氯气。接下来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套这个过滤器，那过滤器呢，等一下我们再讲。然后再来就是要有一个打气的。接下来就是把七彩呢放在鱼缸里面开始饲养，简单吧？就这么简单。那过滤器里面放什么呢？其实啊，不用放太复杂的一些过滤系统，生化棉啊、白棉啊，或者是生化球就可以养好一缸七彩。那有人会问说，你骗人呐、你这样的简单的设备就可以养好七彩？没有错，真的是这样子。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要勤换水。那什么叫勤换水呢？3天可能换1/2以上。你要想啊，这个七彩在它的自然环境里面啊，它也没有那么多一些化学或是滤材啊。最重要是啊，我们要把这个环境弄得很简单，越简单呢，那对于这个七彩的饲养那就越容易。即使是它不小心生了病，你也知道说我哪里最近有做更改，或是哪里该清理的。今天如果它真的生病了，那你大家就知道说啊，我过滤器可能有一阵子没有清洗了。那第二个呢，很容易生病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饲料。饲料呢，如果说是不新鲜啊，或者是不干净的话，那也会让七彩生病。所以你把这个所有的变数呢控制到最小，那自然而然就是第一个你简单的照顾，第二个呢，真正有问题的你也很快能找到你的病源。但是有些鱼友可能就会说啦，那不行啊，如果一个空缸，然后再加上七彩，这样看起来太单调，没有这个装饰的感觉，是没有错啦。如果说你今天要把里面又铺底沙，然后又加沉木，再加一些这个装饰在里面的话，没错，初期是很漂亮。当你鱼买回来的时候，也是很健康、很活跳跳的，花纹都很明显。可是啊，我的经验是，你过一阵子啊，它就会生一次病。过一阵子它就生一次病，而且生起病来你还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生什么病。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对它做一些装饰，但是真的不建议弄得太复杂。你们可以看这个我的前几集的里面有讲一般来讲老外他们都喜欢把鱼缸里面弄得很漂亮，又铺底沙，又种水草，又有沉木。可是这样加起来，你可以看它的鱼它的鱼都看起来都不是很漂亮，不管是有破漆的也好，然后的体型歪歪27扭8摇，让人瘦巴巴也好，全都是就是看起来就没有像我们想要的七彩那种体型，还有那种姿态，还有那种神气的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啦。如果说今天你愿意，今天你想要把你的鱼缸弄成你想要的样子，没有问题。但我只能告诉你，那你对于养七彩来讲呢，会增加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这边举个例子这是我在小林哥那边听到的。他有一个鱼友养七彩养得不错，养了1-2年之后都没什么事，而且还很自豪的跟大家讲说，哎呀，七彩对我来讲呢，根本就是很好养的鱼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品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照顾，只要正常换水、正常照顾，我的七彩现在都养得好好的。没有错，他的七彩养得真的很漂亮但有一天呢，他突然就跟小林哥讲说，不对了，他的鱼发黑了，不吃东西，趴缸沉底，大概就是2-3天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有1-2只比较严重的没有照顾的，就慢慢死掉，就很奇怪本来之前养得好好的对不对？怎么搞的？怎么突然就1-2天、2-3天，那个鱼体就发黑了？这个我最近也有发生我的鱼体发黑
那这时候就要找问题啦。这个鱼友说，我缸也没动，我的水也是正常换，就按照以前的频率换，然后滤材呢也是就是固定时间也会去清洗，而且它缸是裸缸，没有其他什么装饰。哎，奇怪，就没有做什么改变，为什么鱼会生病呢？啊，因为器材很难养啊，是吗？就后来啊，我就直接讲结果了。后来是什么呢？因为养鱼的人呢，很奇怪，就像我一样，养鱼的人呢，很喜欢养一些宠物，不管养老鼠也好啦，养乌龟也好啊，甚至养鸟啊，养什么鸡啊，反正就是养一堆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就是喜欢养这些小动物嘛，宠物嘛哈。他最近就养了一对鹦鹉，而且那对鹦鹉呢，就养在鱼缸的前面。那鹦鹉啊，它是不是也会排泄，对不对？它吃东西它会排泄啊，就鹦鹉的排泄的细菌呢，感染到鱼缸，感染到过滤器，就让器材生病，很神奇吧？其实也不神奇啦，就是环境的改变嘛。所以当我们器材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回想一下说，我到底对它做了什么环境的改变？是不是我多加了什么东西啦，或是我拿掉什么东西啦，或者是我今天换了什么食物啊，然后造成它这些东西，把病因抓出来。我的器材最近变黑哈，我怀疑啊，第一个怀疑当然是我的底沙没有就是清理的不够彻底，所以我最近可能要把底沙把它撤掉了。那第二个呢，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缸里面有那个女王异形，那这女王异形我发现它有时候它会去吸那个器材的那个身体，吸它的黏液，很坏，这女王异形很坏，所以我觉得女王异形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今天如果说你的器材有了问题之后呢，那你就要把这些因素去排除。所以是不是越简单的缸，越容易找出你的原因吧，对不对？那找出原因之后，该换水就换水，该观察就观察，甚至该下药就下药。那再来啦，基础的养器材嘛，那它有了问题，比如说它发黑啦，它不吃东西啦，那我们怎么去了解说它到底是什么感染？第一个，我们就观察它的外形嘛。好，会发黑那就是外形，那外形一看出来就是发黑了嘛，那个体色就不对。那甚至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说它身上有没有伤口啦，或者是眼睛有没有那个白蒙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体外伤。在这种状况下呢，你可以先喂它吃东西，你可以喂这个器材吃东西，要喂它吃哦。喂了之后呢，看它吃不吃。如果说这器材在刚开始它有体外伤啊，它有皮肤病啊什么的，它还会吃东西的话，表示什么？表示它体内它不是体内病，它是体外的病。那体外的病当然就是用体外的方式去治疗它嘛，对不对？如果说你发现，当然这个是在初期，一定要就是说在初期去做这些动作才有效。当你喂食之后呢，发现它也不吃，那就是体内的病了，什么肠病啊，或是腮病啊，一些虫类，一些虫在体内滋生太多了。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辨识方式。第二种辨识方式呢，如果说你的水温是在差不多28度，或是甚至28度以下，你发现你的鱼病恹恹的，或者是不太活动，然后不太吃东西，你可以适度的用加温器把它调到30度以上。我的建议是大概32度左右。你调上去之后呢，大概也是2天的观察期。然后这2、3天的观察，这2天的观察期，你就是看它如果说有好转的话，你的水温或者是有一些在低温会产生的一些虫啊，或者是病毒啊，已经被你杀掉了，那自然而然这个器材就康复了。所以为什么一般的器材它都建议在28度以上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开了到30度、31度、32度也都没什么改变，它还是一样不吃东西啦，或者是厌食啊、趴缸啊之类的东西的话，那这个就很明显的又是体内虫，那就要对体内虫做一些适当的处理。好啦，那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啦。
这总结就是七彩其实并不难养，只要我们把它的环境弄得简单，正常定时定量的喂食，那食物要新鲜，换水呢，夏天1个礼拜换2次，那冬天1个礼拜换1次，或者是用这个加水的方式啊，就是加水方式也行，然后正常的照顾它。当它有问题的时候呢，及早发现，及早判断它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常常就是有时候你发现它有问题啊，你帮它换个水，帮它温度提升，那它也就好了，更不需要用药去治疗。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是不建议我们不建议对鱼类用药啊，因为这个药里面就是3分毒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改变环境，让环境来治愈它的这些不良的状态。那今天先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来聊哦，拜拜。Cities glow, hearts open wide.